I'll build fabulous through to find my title name. I'll build still tomorrow if I don't leave us both the same. But I don't know in love. I got a song called a lazy day. Hey. 半年前，我也跟大家一样，玩着手机，然后看着别人的录影影片，当时被震撼到，然后脑中浮现出，哇靠，好羡慕可以这样自由自在、轻松的录影哦。他的整个感觉好像很棒、很秋，然后很有意思。其实当时脑中也浮出了很多的问号：买这些装备要多少钱啊？我靠，应该很贵吧？可是我也没有钱。然后要抛妻弃女自己去爽吗？那老婆小孩怎么办？然后工作已经很累了，我有那个时间去吗？然后等等一堆的疑问句。我相信荧幕面前很多人的想法其实是跟我一样的。可是半年后呢，我坐在录影椅上，一样玩着手机，看着的是自己的录影影片，回忆着上次录影的各种美好，与各种挑战。很多人都会说，骑着车或开着车，带上你的装备，身上带着钱就出发啦。真的如他们说的一样，可以这么简单容易吗？大家好，我是小萱草。无论是美国、日本、韩国，甚至台湾，露营这样的户外活动，其实已渐渐成为家庭重要的休闲活动之一。根据美国的调查协会调查，美国目前的露营家庭总数为8200万户。日本呢，露营的协会也调查过，日本的露营人口连续7年持续增长，在2019的时候已经达到了860万人。那至于我们台湾呢，截至今年8月止，台湾常态性露营人口其实已经突破200万人，所以在的证明，露营已经逐渐成为国人重要的休闲活动之一。当然呢，露营其实不局限在单人、家庭还是一大群人其实也不局限在机车露营、单车露营，还是车式露营，甚至走路登山露营，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更不局限在一定要去特定的露营区像很多人也会在屋顶、公园，甚至阳台，或者是家后面的山，又或是深山、森林、野溪、海边。然后露营期间的娱乐或者是活动呢，如果会比如有远足、射箭、登山、游泳、泛舟、溯溪、钓鱼、狩猎、球类运动等甚至还有砍柴找木头我有一朋友甚至去露营去干嘛？你们知道吗？他是去那边看书的。也常常有些朋友是带着笔电在露营区办公，很神奇的。所以这一切呢，没有一定的规则、规定、限定，一切都是看自己爽。其实小萱草想要表达的是说，其实露营真的蛮好玩的。我接触了半年，他不是一定要准备多么豪华、多么复杂的装备对不对？甚至有一个朋友，他只买了一顶不到1000元的帐篷，其他装备都是从家里现有的带出来这样而已，完全可以依照自身的状况、喜好、时间而去选择自己最感到舒适的活动。其实，在任何的安全的前提下，它是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局限规则以及限定规定。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不用再犹豫不决了。当你老了走不动、跑不动时，一起看着荧幕，与小孩或者是自己的孙子甚至另一半，看着影片共同回忆曾经的美好。当然呢，如果刚好喜欢小萱草的影片以及里面的一些娱乐活动或内容的分享，刚好又是你喜欢的，拜托请订阅我，或者是任何想要问我的，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留言我一定看到，一定会做回复或者是跟我分享的一些有趣的露营经验或分享任何你愿意跟我分享的一些露营的事物。因为我相信当我们有共同的乐趣，或许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我们会一起露营。机车环岛露营的第4天，也是双人机车露营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的行程就会变成是我自己的单人机车露营环岛。这天的行程其实很特殊，事先的跟叔公联系好其实我们就已经来到了台湾海拔最高的飞行伞俱乐部。
我们来这边干嘛？就是野营。大汉部落其实也是我的故乡，其实再度回到故乡的时候，感触蛮多的。其实人事已非，像去找耶稣喝酒的喝酒了啊，与我一样年轻人跟我一样出来打拼的也出去了。其实剩下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当我们在其中享受的时候，就背后的故事，它其实才是最美的。至于明利飞行伞俱乐部的成立呢，它其实不单单是个人的梦想实践它其实更带动了整个部落的生机、文化的延续以及被世界发现。露营让我们发现更多台湾的美，其实台湾各地的文化风俗，让我们的眼界变得更宽广，也让我们的心其实也变得更细腻。我也会去懂得去观察一草一木其实它都有其生存的意义。然后呢，你们如果再不订阅、按赞、小萱草，它就要枯萎了。萤火也拍进去，这样深山里面还可以吃到这样。
好漂亮啊！天啊！也生疏爱姻缘，再拜款位，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心亲竟不可知根，还我应该深深是缘分。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心亲竟不可知根，还我应该深深是缘分。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万年。
你忍心还不订阅吗？Bye.